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。我非常喜欢的几句话就是无论你遇见谁，他都是对的人；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儿。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，都是对的时刻。已经结束的，就是已经结束了。同时啊，这几句话让我想起了相似的话。如果事与愿违，请相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无论你遇见谁，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。一切绝非偶然，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。因为啊，生活总会给你答案，但不会马上就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有一个小故事啊，说是一个徒步旅行的人，在一条大河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婆婆，而那个婆婆呢，正在为渡水而发愁。而这个已经筋疲力竭的徒步者啊，用尽浑身的力气，帮助婆婆渡过了河。可结果呢，过了河之后，那个婆婆什么也没有说，然后就匆匆地走了。这个徒步的人很懊悔，他觉得似乎很不值得耗尽力气去帮助这个婆婆，因为他连谢谢这两个字都没有得到。哪知道几个小时过后啊，就在他累得寸步难行的时候啊，一个年轻人追上了他。年轻人说：谢谢你帮了我的奶奶，我的奶奶嘱咐我带些东西过来，说你会用得着。说完啊，年轻人就拿出了干粮，并把胯下的马也送给了他。那么所有的故事啊，总会有一个答案。重要的是啊，在最终的答案来到之前，那么你是否能耐得住性子，守得稳初心呢？有时候啊，我们不必急着要生活给予你所有的答案，有时候你要拿出耐心去等一等。正如姜文导演所说的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有的时候啊，回报不一定在付出后会立刻出现，只要你肯等一等，那么生活的美好啊，总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盛装莅临。要知道啊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我们要感恩生命中所遇到的一切。你今天受的苦，吃的亏，你担起的责任，你扛起的罪，你所忍的痛，那么到最后都会变成光。这个光会照亮你的路。有一个小故事啊，说是一个国王非常喜欢打猎，他刚到森林啊，就一箭射倒了一只花豹。国王下马去检视花豹，那么谁曾想到啊，这时花豹突然使出了最后的力量，扑向了国王，将国王的小指咬掉了一截。国王啊，心中非常的郁闷，于是呢，国王叫宰相来饮酒陪他解愁。谁知道啊，宰相却微笑着说：大王啊，想开一点吧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国王听了很愤怒啊，那么如果寡人把你关进监狱，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吗？宰相微笑着说：如果是这样，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。国王大怒啊，于是派人将宰相押入了监狱。那么1个月后，国王养好了伤，独自出游。他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，忽然啊，从山上冲下一队土著人，把他五花大绑带回了部落。山上的原始部落啊，每逢月圆之日，就会下山寻找祭祀满月女神的牺牲品。然而这次，
土著人准备将这个国王烧死。正当国王绝望的时候啊，那个祭司忽然大惊失色，原来他发现国王的小指头少了小半截。那么这就是一个并不完美的祭祀品。如果收到这样的祭品，满月女神就会愤怒。于是土著人将国王给放了。国王大喜若狂啊，回到宫后便叫人释放了宰相，摆酒宴请。国王向宰相敬酒说：“你说的真是一点儿也没有错，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如果那天我不是被花豹咬了一口，那么今天可能连命都没有了。”这时啊，国王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于是问宰相：“可是你无缘无故的在监狱里面蹲了1个月，那么这你又怎么解释呢？”宰相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酒说：“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，那么陪您微服私巡的人一定是我。当土著人发现国王您不适合祭祀，那岂不就轮到我了？”这时啊，国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：“果然没错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”那么这个故事啊，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在人的一生中啊，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，在当下或许是难以接受的，但在过后的某一个时刻，你突然回想，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所有的丢失啊，都是为了真爱之物的来临而腾出一个位置。所有的匍匐都是高高跃起前的热身。所有的支离破碎啊，都是为了来之不易的圆满。所以啊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今生所有遇到的人和事儿，前世已经注定了；我们来世所遇到的人和事儿，今生已然注定。生命中的一切啊，我们都无法去拒绝，我们只有笑着去面对，不要去埋怨。遇到的人要善待，经历的事儿要尽心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上天不会无缘无故地做出莫名其妙的决定，他让你放弃和等待，是为了给你最好的。无论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，我们都应该喜欢那一段的时光，完成那一段该完成的责任，顺生而行，不沉迷过去，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。生命就是这样，不管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，或许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，虽然痛苦，却依然要快乐，并且相信未来。山有峰顶，海有彼岸，漫漫长路终有回转，余味苦涩终有回甘。感恩大家。